男人抓起石头，猛然砸向旁边的汽车玻璃，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划破寂静。转眼间，几只狰狞的怪兽从天而降，狠狠扑在汽车之上。男人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，拉着女伴飞奔向前方的地铁站。虽然暂时逃离了地面的危险，但他们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地铁站内一片漆黑，唯有手电筒的微光照亮了这个噩梦般的世界。墙壁上斑驳的血迹，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发生的惨剧。地面上，一只老鼠正在贪婪地舔舐着血迹，不敢有丝毫的大动作。两人摸索着继续前进。正当他们准备乘坐扶梯向上时，一只怪物恰巧从上方走下，幸运的是，这只没有眼睛的怪物并未发现他们的存在。两人屏住呼吸，悄悄转身寻找其他出路。他们来到站台边缘，一辆出事故的地铁静静地停在一旁，站台下方已经积满了水。两人犹豫片刻后，小心翼翼地跳了进去。可他们刚前行几步，头顶突然传来诡异的声响，手电筒的光束照射过去，才发现又有一只怪物潜伏在上方。两人继续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心跳声越来越响，男人的呼吸变得急促不慎，发出了声响。那只怪物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开始张开头部的皮肤搜索周围的环境。女人迅速捂住男人的嘴，只让他用鼻子呼吸。可惜为时已晚，怪物已经被惊动，他闻到了猎物的气息，饥渴难耐地朝二人快速爬来。两人见状步步的隐藏，拼命向远处逃去。随着他们不断前进，积水越来越深，很快没有了呼吸的空间。无奈之下，他们不得不潜入水中，怪物紧随其后，一头扎进了水里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仅仅几秒钟后，怪物就突然停止了动作。原来这些怪物的听觉过于敏感，进入水中反而成了他们的致命弱点。两人幸运地发现了一个破洞，从中爬出后来到了一座教堂的大厅。抬头望去，天花板上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，想必是怪物闯入时留下的伤痕。此时的两人已经精疲力尽，女人几乎瞬间就倒在地上沉沉睡去。这2天就好像做梦一样，谁能想到仅仅片刻的时间，整个世界就已天翻地覆，堕入了末日的深渊。曾经繁华的纽约曼哈顿，如今已成为一座幽灵城市。往日里，这座不夜城的平均噪音水平高达90分贝，仿佛一座永不停息的巨大机器日夜工作。可正是这持续不断的尖叫声，引来了外星怪物的注意。萨姆是临终养老院的一名病患，他最后的心愿竟如此简单，只想在曼哈顿的街头品尝一口正宗的纽约披萨。为了完成这个愿望，养老院的领队组织了一次城市之旅。当公交车驶过大桥时，几架战斗机呼啸而过，飞向远方。这不寻常的景象让人心生疑虑，但没人在意。然而刚下车没多久，领队突然接到一通紧急电话，命令他们立即返回。萨姆心中不甘，一心想着自己的披萨。可惜在领队的坚持下，大家还是不情不愿地上了车。就在这时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诡异的流星雨，无数闪光的球体如冰雹般坠落，瞬间将城市变成了一片混乱的战场。爆炸声、尖叫声此起彼伏，原本干净的街道转眼间烟尘四起。一名大兵大叫着指挥疏散，却在下一秒被不明物体拖走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目睹这一幕的萨姆吓得躲到车后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目光呆滞的老奶奶。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萨姆看到了一个酷似人形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惊恐的大叫。那个人形物体的头部突然扭曲变形，以闪电般的速度抓走了刚才出生的人。街道上回荡着怪物的嘶吼，恐惧如潮水般蔓延。一声突如其来的爆炸将萨姆掀飞，他陷入了短暂的昏迷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突然被一张大手紧紧捂住嘴巴。男人让萨姆不要出声，等他冷静下来，发现自己身处一间拥挤的演播室，这里已经挤满了幸存的人类，所有人都沉默不语，不敢发出丝毫声响，生怕引来潜伏在暗处的怪物。过了不久，几架飞机掠过天际，广播着这场灾难的最新情况，呼吁人们保持沉默，等待救援。躲藏在周围的怪物听到飞机的轰鸣，蜂拥而出，朝着声音的方向狂奔而去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一阵阵爆炸声。萨姆跟随几个人来到天台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曼哈顿大桥浓烟滚滚，几架战斗机呼啸而过，向大桥投下了导弹。在这一刻，萨姆和其他幸存者意识到，他们已经被困在了曼哈顿岛上。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，如今已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能在寂静中等待，希望能够熬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末日浩劫。黎明前的城市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中，萨姆早早地走出避难所，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。曾经繁华的街道，如今遍布巨大的坑洞，仿佛遭受了陨石轰击，报废的汽车随处可见，无声地诉说着昨日的混乱。尽管周遭一片狼藉，萨姆心中仍然萦绕着一个执念：哈林区那难以忘怀的披萨味道。这个念头成为他在这末日中坚持下去的动力。路过一家超市时，萨姆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。在这个法律已不复存在的世界里，他第一次体验了零元购的刺激：一盒猫罐头，几件必需品，还有一些巧克力。找了个隐蔽的角落，萨姆小心翼翼地打开罐头，先让猫咪饱餐一顿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不远处躲藏着2个瘦小的身影，2个孩子躲在水池的中央。萨姆悄悄靠近，用大衣护住身体，钻了进去，随后向孩子们递出巧克力。突然，天空中再次响起飞机的轰鸣，广播声划破寂静，宣布强制撤离令，所有幸存者需前往南街码头乘船离开。广播反复强调这不是演习，城市已遭外星生物入侵，但这些入侵者不会游泳，海上暂时安全。广播声引来了大批怪物，他们朝着声源疯狂奔跑，动作敏捷得令人心惊，在建筑物间如履平地。萨姆当机立断，
决定先放弃寻找披萨，优先将2个孩子送到安全地带。为躲避发狂的怪物，萨姆带着孩子们躲进一个地下入口，等外面重归平静，他们才小心翼翼地钻出来。街上的人群逐渐增多，萨姆看着撤离的人流，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决定。他轻声对2个孩子说：“跟着人群走，去码头，那里是安全的。”然后他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此刻的萨姆已经下定决心，他暗自思忖，反正我活下去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撤离或留下，结局可能都一样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品尝一口自己最爱的披萨。街上的人群越来越多，尽管每个人都小心谨慎，但仍然难逃藏在暗处怪物的注意。萨姆看着身后的景象，不禁加快了脚步。可人越来越多，嘈杂声越来越响，突如其来的攻击打破了短暂的宁静。第一只怪物如闪电般扑向人群，瞬间引发了一场混乱。嘈杂的尖叫声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怪物，局面顿时失控。天空中，汽车如陨石般坠落，砸向惊恐的人群，引发一连串剧烈的爆炸。在这片末日景象中，萨姆的小猫受惊逃离，消失在混乱之中。萨姆跌倒在地，本能地抱住头部，在一片惊叫声中寻找生机。他勉强爬到一辆汽车下，刚喘口气，突然感到脚被人抓住，一个满脸惊恐的男人紧紧拽着他的腿，嘶哑地喊着救命，但求生的呼喊转瞬即逝。一只怪物直接把他拖入黑暗，萨姆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，从车底逃出，踉跄着向哈林区方向挪动，止疼贴的药效已过，全身的疼痛如潮水般袭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站在街道中央，呼唤着丈夫的名字，下一秒就被怪物抓走。萨姆躲进一条小巷，想要稍作休息。不远处，他的猫咪仍在寻找主人，焦急地四处奔波。即使看到老鼠，习惯了猫粮的他也无心捕捉。当猫咪趴在水边喝水时，水面突然冒出一个男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男人惊恐地看着猫咪，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倒影。在猫咪的引领下，这个自称埃里克的男人遇到了躲在巷子里的萨姆。萨姆示意他向南街码头撤离，但埃里克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决定跟随萨姆的脚步。仿佛是上天的眷顾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雨声成为了天然的掩护，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。萨姆停下脚步，对埃里克说：“我要去哈林区吃披萨，那是我最后的心愿。你不用跟着我，去南街码头撤离吧，那里更安全。”但埃里克摇摇头，坚持道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跟着你，我才有可能活下去。”萨姆没有再拒绝。为了安全度过这个雨夜，萨姆带着埃里克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。趁着雷声轰鸣，埃里克用力踹开了门。第二天清晨，萨姆悄悄带着猫咪提前离开了家。一夜的暴雨已经流向下水道，萨姆的脚步在散落的书籍前停滞。突然，身后传来声响，他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回头，发现是埃里克跟了上来。无奈之下，萨姆只得接受这个同伴。埃里克把萨姆的日记本带给他，希望能够陪着他走完最后一程。就在萨姆站起身的瞬间，一本书意外滑落，发出的声响如同在寂静中引爆了一颗炸弹。隐藏的怪物被惊动，两人不得不仓皇逃离。街道上，越来越多的怪物从建筑物中涌现。萨姆和埃里克抓住机会冲向一扇旋转门，却被一个破旧的箱子抢了。埃里克奋力推门，可在门打开的同时，箱子倒在了地上。清脆的声响引来了一只从天而降的怪物，几乎就在他们眼前落地。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身狂奔，却在拐角处撞见更多的怪物，被迫折返时，又一只怪物从天而降。玻璃碎裂的声响暂时分散了怪物的注意力。头顶上，更多的怪物正在逼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埃里克灵机一动，抓起一块石头朝旁边的汽车砸去。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为他们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。最终，两人来到了教堂，侥幸度过了惊魂的一夜。次日清晨，往日喧嚣的纽约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萨姆因剧烈的肌肉疼痛难以行动，埃里克主动请缨外出寻找止疼贴，带着萨姆手写的清单。埃里克来到附近的药店，开始了他的零元购物。在昏暗的药店里，手电筒的光束如同黑暗中的一线希望。突然，一声异响让埃里克心跳骤停。转身才发现是那只忠诚的小猫，他松了口气，迅速收集好所需药物。返程途中，小猫突然改变方向，爬向一处高地。埃里克犹豫片刻，还是跟了上去。猫咪似乎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伸出舌头舔舐起来。就在埃里克准备靠近时，一只怪物突然从天而降，落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。埃里克屏住呼吸，迅速躲到一根柱子后面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埃里克小心地观察着眼前的情景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怪物好像对地上的东西十分感兴趣。只见他用利爪扒开一个圆球状的物体，随即朝天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，来召唤其他同伴。很快，几只怪物聚集在一起，贪婪地享用着他们的美餐。埃里克的目光追随着那只勇敢的小猫，看着它灵巧地爬上高处，他犹豫了一瞬，决定不能丢下这个忠诚的小伙伴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向上攀爬。就在快要接近猫咪的时候，一声微不可闻的响动惊动了附近的怪物。埃里克瞬间止住呼吸。与此同时，一只怪物出现在咫尺之遥。怪物张开头部的耳朵，灵敏的感官仔细搜索着周围的环境。埃里克瞪大着双眼定在原地，就怕微弱的呼吸声招来祸事。幸好怪物搜寻片刻后收起耳朵，慢慢地爬向前方离开了。看着怪物远去的背影，埃里克才敢长舒一口气。他紧紧抱住小猫，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回到教堂后，埃里克将止痛贴交给萨姆，承诺会一直守在他身边。萨姆虚弱的微笑，轻声说出他唯一的心愿：听听音乐，吃披萨。
埃里克心中一动，决定第二天陪萨姆去音乐厅和披萨店。第二天，两人小心翼翼地走出教堂，街道上寂静如同鬼城。曾经熙熙攘攘的纽约，此刻仿佛被时间遗忘。当他们终于来到披萨店时，眼前的景象让萨姆心如刀绞。曾经充满美好回忆的地方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。萨姆跪在街道上茫然无措。埃里克注意到地上萨姆的笔记本，上面写着：“我爸爸钢琴弹得好。”这个发现让埃里克灵光一闪，他提议去他父亲常去的音乐店看看。两人走进音乐店，他们的心情有了些许好转。店内干净如初，仍保留着一些完好的乐器。在音乐店的角落，萨姆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随身听，他小心翼翼地插上电源充电。与此同时，埃里克决定再次冒险外出，希望能找到些什么。转角处，命运仿佛眷顾了他们，一家幸存的披萨店映入眼帘。埃里克兴奋地带着这份礼物回到萨姆身边。尽管这些披萨与萨姆记忆中的味道有些差距，但在这末日里已是难得的奢侈。两个人类和一只猫就这样在废墟中开启了一场小小的庆祝，倒上珍藏的威士忌，他们尽情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美食。埃里克甚至拉起萨姆，在音乐声中跳起了笨拙却真挚的舞蹈。这一刻，仿佛末日的阴霾短暂消散，留下的只有纯粹的人性之光。可惜欢愉总是短暂的。不久后，远处传来轮船的鸣笛声，将他们拉回残酷的现实。萨姆知道是时候做出最后的抉择了。站在高处，他们望着海上的游轮，那是希望的象征。只要能安全到达海中，就有机会逃离这场噩梦。萨姆缓缓脱下他那件标志性的黄色大衣，郑重地递给埃里克。接着，他们来到1楼，朝着岸边挪动。然而，临海公路上堵塞的汽车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。更糟糕的是，无数怪物也被海上的动静吸引，纷纷涌向岸边。两人躲在一辆废弃汽车后，萨姆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然。他轻轻抚摸着陪伴多年的猫咪，将它交到埃里克手中。萨姆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此时埃里克已经流下眼泪。萨姆快速捡起一根铁棍，朝着相反方向奔去。他用力砸着汽车玻璃，发出刺耳的响声，吸引着怪物的注意。大批怪物如潮水般向他涌去。船上的人们发现了岸上的动静，船长下令停船等待。埃里克看准时机，怀抱着猫咪向海边狂奔。他艰难地钻过铁丝网，眼看着生存的希望就在眼前，可在不经意间踢到了那个瓶子。霎时间，大群怪物被吸引而来。他们瞬即放弃了对萨姆的追踪，以惊人的速度朝埃里克的方向冲去。此刻，埃里克与死神共舞，在生死边缘疯狂奔跑。他纵身一跃，空中划过一道幽幽的剑，坠入大海的怀抱。而怪物的利爪几乎触及后背，却又无可奈何地在岸边张牙舞爪。埃里克浮出水面，萨姆高兴地看着这一切。接着，众人伸出援手，将这位勇者拽上甲板。埃里克泪眼朦胧，怀中紧抱猫咪，颤抖的手指摸索出一张字条。萨姆的笔迹映入眼帘，希望埃里克照顾好自己的猫咪。And 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home.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live again. 此时的萨姆已带着播放器走向空荡的街头，耳机中流淌着生命的旋律，从容不迫地迈向命运的交汇点。等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他轻轻拔下耳机，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终点。And I'm feeling good.